大家都知道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些每天常吃的垃圾食物，对血管的伤害竟然不输香烟和白酒，甚至有人说，比起抽烟喝酒，这些食物对血管的损伤还要大上100倍，真是听得人后背发凉。最近，网络上曝光了一份全球公认最毒的垃圾食品榜单，列出了10大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却暗藏杀机的食物。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泡面居然没有上榜。没错，平常被视为垃圾食品代表的泡面，这次反而因为还有更毒的前辈们在意外逃过毒王称号。那到底是哪些东西毒性更胜一筹呢？今天我们就来一一揭晓这份黑名单。在开始介绍之前，先卖个关子，这10大垃圾食物每一种听上去都平平无奇，但危害之大可能超出你的想象。其中有的让你的血管生锈，心脏负担加重，有的含有隐形的致癌物质，长期吃等于慢性自杀，还有的热量和糖分爆表，让人一不小心就吃成行走的糖尿病。甚至有一种日常小吃，制作它的食品专家自己都不敢让孩子碰，可以说每一样都是看得见的美味，猜不透的毒药。那么就算再喜欢吃，为了健康我们也要学会忌口。接下来我们将以故事的方式轻松有趣地讲述这些垃圾食物为何如此可怕的秘密。让我们从第10种开始倒数，一路揭开第1名癌症制造机的真面目。第10，罐头食品。我们的故事要从战场和远洋航行开始讲起。200多年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为了解决军队的口粮问题，悬赏征集食物保鲜的方法。结果，一位名叫阿佩尔的法国厨师发明了把食物装入密封瓶罐并加热杀菌的技术，第一批罐头就此诞生。罐头食品一出现，立刻成为军队和航海员的救星，因为无论水果、肉类都可以长期保存再享用，不用担心变质。听起来很伟大的发明吧？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罐头变成了超市里随处可见的廉价加工食品，潜藏的健康问题也浮出水面。首先，营养严重流失是罐头食品的通病。别看它们外观鲜亮可口，其实不管是水果罐头还是午餐肉罐头，在高温高压的制作过程中，大部分维生素已经被破坏殆尽，蛋白质也常常发生变性，导致人体吸收率大打折扣。说白了，你吃下一肚子罐头，可能只摄取到微乎其微的营养，热量倒是一点不少。所以，经常拿罐头当菜吃的人，身体容易缺乏新鲜食物的营养。更麻烦的是隐藏的高糖高盐，很多水果罐头的糖浆甜得发腻，里头糖分浓度极高。一罐桃子罐头汁液下肚，相当于喝下一大杯糖水，短时间内就能让血糖飙升，让你的胰脏吓出一身冷汗。而肉类和腌制菜罐头往往盐分很重，吃多了会升高血压，加重肾脏负担。此外，罐头食品还常添加各种防腐剂和人工香料来延长保存，增色增味，长期大量摄入对肝脏等器官也是种考验。难怪有人把罐头形容成僵尸食物，意思是经过重重加工后虽然不会坏，但也几乎没有了活的养分，剩下一堆对健康不利的成分在罐子里沉睡。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对家里储藏柜里的罐头有点心寒了呢？别急，这才只是刚开始，还有更劲爆的在后头。第9，冰淇淋等冷冻甜品。炎炎夏日，一支冰淇淋入口，甜蜜凉爽直达心底，仿佛所有烦恼都被冰凉融化了。然而，冰淇淋带来的快感背后，隐藏的是对健康的双重暴击。首先是极高的热量和脂肪，别看冰淇淋口感轻盈，实则充满奶油和糖分。制作冰淇淋的主要原料是奶油或牛奶和大量砂糖。一杯普通冰淇淋的热量动辄就有好几百大卡，相当于一碗白饭还多，而其中的饱和脂肪则会让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上升。如果经常把冰淇淋当零食吃，很容易造成体重攀升，久而久之变成小胖墩，甚至引发高血脂症。其次是惊人的含糖量，冰淇淋的甜味几乎全靠糖来支撑，有些花式冰淇淋一份就含有20-30克糖，超过成年人一整天的建议摄糖量。吃下这样一支冰淇淋，你的血糖会在短时间内直冲云霄，促使胰岛素疯狂分泌，长期下来，胰脏不堪重负，第2型糖尿病就可能悄然而至。
不仅如此，甜食吃多了还会降低食欲，因为高糖会干扰体内血糖的稳定，使你正餐时反而没胃口，久而久之营养不良。再者，过冷的刺激对胃肠道也是一种伤害。冰淇淋零下的温度直达肠胃，可能引起敏感人群胃痉挛或消化不良。有人戏称，吃冰淇淋就像给胃里倒进去一桶冰水，肠胃被冻得打哆嗦，还能好受吗？总之，冰淇淋虽然美味解暑，但藏着高糖、高脂和冰冷刺激3大问题。下次再看到五颜六色的甜筒，嘴馋之前先问问自己的腰围和血糖值答不答应吧。第8，饼干、蛋糕等精致烘焙糕点。下午茶时间，来块酥脆的饼干或一片奶油蛋糕，再配杯咖啡，人生顿时惬意又美好。然而，看似精致可口的烘焙糕点，却被营养学家列入垃圾食物的黑名单，一点也不冤枉。它们的危害主要来自2个字，就是油和糖。但尤其可怕的是，有一种油隐形无形，却格外可怕。它的名字叫反式脂肪。为什么说看不见呢？因为很多工厂生产的饼干糕点，为了追求酥脆口感和延长保存期，会使用大量人工氢化植物油，也就是俗称的人造奶油、起酥油。这种油脂在成分表中往往隐藏在植物奶油或奶精等名字底下，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天然奶制品，其实含有高比例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对心血管的危害极大，它会增加坏胆固醇，降低好胆固醇，让血液变得粘稠，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可以说，反式脂肪就是血管的隐形杀手。长期吃含反脂肪的饼干点心，比狂吃肥肉还更容易诱发心脏病和中风。有研究指出，反式脂肪是所有脂肪中对人体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多吃1克，心血管疾病风险都显著增加。更恶劣的是，许多廉价糕点和速食甜品中，反式脂肪含量惊人。一块小小的千层酥饼干，反式脂肪可能就占几克；一片人造奶油做的蛋糕，吃完相当于往血管里倒了一勺固体胶。除了反式脂肪，这类精致糕点的含糖量也高得吓人。一块奶油夹心饼干甜滋滋，里头往往掺了大量砂糖或玉米糖浆，糖分过量不仅让人发胖，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的风险，为糖尿病埋下种子。此外，长期吃甜食还可能加速皮肤衰老，让胶原蛋白被糖化，出现皱纹和暗沉，这就是所谓的糖化现象。所以，别再被饼干蛋糕的美味诱惑了，它们其实是甜蜜的陷阱，吃得越多，健康流失得越快。第7，碳酸饮料。炎炎夏日，来一罐冰镇可乐，滋的一声开罐，气泡翻腾，让人仿佛喝下了一整个夏天的清爽。然而，碳酸饮料爽快的背后，却藏着健康的大麻烦。以可乐为代表的汽水被誉为液体糖，一听普通可乐大约含有35克左右的糖，相当于7、8颗方糖。喝下一罐可乐，就像直接吞下好几勺白糖，再加上一些咖啡因和磷酸，而正是这无处不在的高糖，使碳酸饮料成为当代肥胖和慢性病流行的元凶之一。经常喝含糖饮料的人，体重更容易超标，这是显而易见的。过剩的糖分被肝脏源源不断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长出大肚腩和脂肪肝只是时间问题。更严重的是，糖分代谢过程中的副产物会损伤血管壁，引起慢性炎症反应。长期大量饮用可乐等甜饮料，会让血管弹性下降，动脉硬化提早报到。比起不碰甜饮的人，心脏病、中风的风险都直线上升。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经常喝含糖汽水会加速细胞老化。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天喝约600毫升含糖饮料的人，细胞端粒长度缩短相当明显，反映出生物学年龄比实际年龄老了大约 4.6 年。这几乎和长期吸烟对细胞的早衰效应相当。换句话说，如果你天天以可乐解渴，你的身体可能在提前衰老。甜甜的汽水正在像香烟一样偷走你的青春和健康。除了糖，可乐等饮料中的磷酸会与人体内的钙结合并排出体外，长期大量饮用可能导致钙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加上咖啡因让人上瘾和刺激神经，
碳酸饮料俨然成为现代生活中合法却危险的饮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看似普通的饮料罐头，对身体的伤害竟能和烟酒相提并论。然而想一想，如今很多人每天都习惯来一瓶含糖饮料解渴提神，这种高频率远超多数人抽烟喝酒的频率，其累积危害自然不可小觑。更何况，甜饮料往往从小培养偏好，许多孩子尚且年幼便对可乐爱不释手，将来发生肥胖和糖尿病的几率也随之飙升。其实真正解渴永远是白开水，碳酸饮料只会越喝越渴，让身体在甜蜜中走向失衡。如果你也有汽水瘾，不妨尽早觉醒。气泡里的快乐只是瞬间，留给健康的损害却可能是长久甚至无法挽回的。第六，奶茶等高糖饮料。某某奶茶带来幸福滋味啊，没有什么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呀。广告里的这类宣传词满天飞，把奶茶说得像灵丹妙药。然而，你是否想过，一杯香甜顺滑的奶茶可能正悄悄伤害着你的身体。首先，奶茶的糖分超标堪称恐怖，一杯全糖奶茶往往含有20-30克以上的糖，相当于7-8块方糖。别忘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普通人每日游离糖摄入不要超过约25克，也就是说，一杯全糖奶茶就超标了。糖喝多了会怎样？短期内让血糖骤然升高，又快速下降，使人容易疲倦、情绪波动；长期则导致胰岛素抵抗，增加罹患2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风险。难怪有网友戏称，奶茶其实就是液体蛋糕，喝的卡路里比吃还要多。其次，很多商业奶茶用的并非鲜奶，而是奶精、植脂末。奶精说白了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氢化植物油，加上一些奶香粉末，充当牛奶的替代品。它里面的反式脂肪更是暗箭难防。一杯用奶精调制的奶茶，入口香醇，其实已经在血管里埋下了反式脂肪的雷。经常喝这类伪奶茶，血管将承受额外的负担，久而久之，比喝可乐还容易引发心血管问题。在此，奶茶里经常加入的配料如珍珠、布丁、奶霜等，热量也相当感人。比如一份珍珠，主要就是木薯淀粉做的，满满都是碳水化合物，几乎没有其他营养。一大杯加了双份珍珠和厚厚奶盖的奶茶，热量直逼一顿正餐，可营养价值却趋近于零。最后，别忘了咖啡因的影响，很多奶茶茶汤浓郁或添加了红茶、咖啡调味，咖啡因含量不低，喝完可能让人一时精神振奋，但也可能导致心跳加快、睡眠不佳，对有心脏病或焦虑症的人尤为不友好。综上所述，奶茶看似人间美味，实则隐藏了高糖、高脂、高热量的3高陷阱，还有咖啡因的潜在作用。一杯下肚，嘴上享福，身体却在受罪。或许下次再有人喊你喝奶茶吗？你脑海中浮现的不该只是那香甜的滋味，还要有健康拉警报的声音。第五，腌制食品。说到腌制食品，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从传统的酱菜、咸鱼、泡菜到各种腌肉、腌蛋，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祖先们靠着大量撒盐把食物保存下来，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严冬。然而，这种古老智慧在现代却变成了健康隐患的代名词。腌制食品最大的问题就一个字：盐。为了防腐，腌制食物必须用盐把细菌杀死，结果就是钠含量极高，无论是一小碟咸菜还是一块咸鱼，其中的盐可能高到惊人的地步。经常吃腌制食品的人，每天不知不觉就摄入了远超标准的盐分，这会带来什么后果？首先是高血压找上门，钠摄入过多直接导致血压升高，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肾脏也因为要不断排出多余的盐而不胜其扰，长期下来肾功能可能受损。不仅如此，腌制过程中还会产生亚硝酸盐，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亚硝酸盐在体内会和胺类物质结合，形成亚硝胺，它是一种公认的致癌物质，特别是传统日晒咸鱼和某些腌菜中，亚硝胺含量常常偏高。研究发现，广东一些习惯吃咸鱼的地区，鼻咽癌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方，这和长期摄入腌制食品中的亚硝胺不无关系。除了致癌，高盐对消化道的直接伤害也不容忽视。盐分浓度过高会破坏胃肠道黏膜，
难怪爱吃咸菜的人更容易患胃炎、胃溃疡等问题。有句老话，菜谱咸鱼汤，治好郎中忙，意思就是吃咸鱼咸菜，身体会搞出毛病来，让医生忙都忙不过来。可见古人其实早有感悟，只是没说明白背后的科学原理，全都是盐惹的祸。总而言之，腌制食品虽然能带来独特的风味和保存上的便利，但摄入过多，隐患重重。下次看到饭桌上的咸菜和腌肉，还是悠着点夹吧，别让美味变成了慢性毒药。第四，火锅丸子等加工肉丸。天寒地冻的日子，呼朋引伴围炉吃火锅，那滋味别提多爽快了。汤锅里红彤彤的翻滚着各色美食，其中各种肉丸子更是不可或缺。各种牛肉丸、鱼丸、包心丸、蟹肉棒，咬一口弹牙爽脆，满嘴肉香。然而你可能不知道，这些美味的丸子里，真正的肉含量往往不到一半，剩下的是什么呢？大量的淀粉、油脂和琳琅满目的添加剂。有行内人士爆料，为了节省成本和改善口感，很多便宜的冷冻火锅丸其实鱼肉不多，科技很多，甚至有食品添加剂专家坦诚，研制一款肉丸可能用了20-30种添加剂，他自己都不让家人碰这类丸子。听到这里，是不是背后发凉？那就来看看这些小小丸子里都藏了哪些东西。首先是大量的淀粉填充，为了让丸子个头大、成本低，厂商常常在肉浆中掺入木薯、淀粉、玉米淀粉等。淀粉一加，肉丸子嚼起来口感反而更 Q 弹，但实际蛋白质含量被稀释，吃一肚子丸子，可能肉没吃到多少，倒是摄入了一堆碳水化合物和热量。再来是高钠问题，为了调味和保鲜，丸子馅料中盐不会少，加上各种含钠的增味剂、防腐剂，最终产品的钠含量吓人，吃几颗丸子可能就吞下好几克盐。难怪有人笑称火锅汤是盐水煮出来的营养液。接着我们不得不提花样繁多的食品添加剂，除了盐，丸子中往往还加有磷酸盐类的保水剂，让丸子更嫩、更吸水不缩水。加入各种人工香精，什么牛肉香、鱼虾香都是调出来的。颜色不够就放点色素，例如仿蟹肉棒的红色条纹根本不是蟹黄，而是红曲米或人工色素刷上去的。为了防腐，还可能添加亚硝酸盐保持肉色。听着是不是像在念一串化学课本？诚然，国家允许范围内的食品添加剂并非洪水猛兽，但怕就怕有些黑心厂家非法添加禁用物。例如，过去就有不肖商家在肉丸中违法加入硼砂，是一种化工原料，因为它能让鱼丸口感更爽脆。然而硼砂对人体有毒，长期摄入可能导致贫血、肝肾损伤，甚至影响生育能力。真是为了一口弹脆口感，拿健康去豪赌。综合来看，火锅丸子作为一种超加工肉制品，问题集中在高淀粉、高盐和多种添加剂，营养价值低，而潜在风险高。偶尔尝鲜解馋无妨，但若3天2头涮火锅都离不开它们，那还是悠着点吧。不要等到有天体检报告亮红灯，才后悔当初没管住嘴。第三，油炸食品。金黄酥脆的炸鸡，香气四溢的薯条，还有早晨让人口水直流的油条等油炸食品的魅力，真是无人能挡。它们在高温油锅里滚上一遭，摇身一变，成为外酥内软的人间美味。然而，你可曾想过，当你大快朵颐时，你的血管和内脏却在默默承受着一场灾难。油炸食品堪称慢性健康杀手，它的危害可以写一长串。首先，热量爆棚，油炸过的食物含油量惊人，一份炸薯条的热量比同等重量的土豆高出几倍不止。长期吃炸鸡薯条，脂肪在体内越积越多，肥胖、高血脂、脂肪肝就会找上门来。第二，反复高温油炸产生有害物，食用油在高温下会氧化分解，产生如丙烯酰胺、苯并芘等致癌物，特别是淀粉类食物，例如马铃薯，在高温油炸后容易产生丙烯酰胺，这是一种可能致癌的化学物质。还有那诱人的金黄色泽，其实是食物表面的谷氨酸和糖经过酶钠反应变成的褐变产物，也潜藏健康风险。第三，反复使用的老油更是毒上加毒。路边摊为了节省成本，一锅油要炸完无数批食物才肯换。这种反复使用的油里
充满了氧化产物和反式脂肪酸，吃上一口就等于往血管里倒进慢性毒药。常吃老油炸物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成倍增长。第四，维生素全军覆没。油炸过程温度极高，本来蔬菜里的维他命早炸没了，就算是肉类蛋白质也部分变性，营养价值大幅下降，所以炸出来的只剩热量和脂肪，其他营养寥寥无几。最后，油腻难消化，一餐大量进食油炸食物，肠胃得花很长时间和大量消化液才能处理这些油脂，加重肠胃负担，一些人会感到反胃、烧心。听完这些，你还觉得那桶炸鸡香喷喷吗？或许你会想，偶尔吃一次应该没问题吧？确实，偶尔解馋问题不大，但很多人是一吃就停不下来，炸物几乎天天见，长此以往，身材走样事小，动脉硬化、心脏病，甚至癌症都可能在路上了。所以，别让一时的口腹之欲毁了长久的健康。想想你的心脏和腰围，再想想满锅翻滚的油，还是管住嘴巴吧。第二，烧烤类食品。每当夜幕降临，街边烧烤摊升起阵阵烟火气，烤肉的香味在人群中萦绕，让人垂涎三尺。亲朋好友围坐一起，炭火上烤着串串，滋滋作响的肥瘦肉块散发诱人香气，搭配冰凉啤酒，这场景实在太美好了。但正所谓病从口入，祸从烧烤起，烧烤的美味其实暗藏对健康的极大威胁。最大的问题就出在那直火高温和浓烟上。当肉类直接在明火上烤时，肉汁中的油脂滴落在炭火上，会产生大量浓烟。这烟雾中含有多环芳香烃等强致癌物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苯并芘。苯并芘可是实打实的致癌物，与它长期打交道，患上消化道癌症的几率会明显上升。而这些烟雾往往又会粘附在烤肉表面，把一串一串烤肉涂上隐形的毒漆。你越是爱吃表面焦香的部分，其实吃下去的致癌物就越多。除了烟雾，烧烤本身的高温碳化也是罪魁祸首之一。肉在火上烤的焦黑酥脆的部分，其实是碳化产物，也具有致癌风险。你可以想象，一块烤焦的肉就像吞下一块微型炭渣，对胃肠黏膜的刺激何其大。难怪医生们常常告诫，烤焦的部分千万别吃。有研究指出，经常吃烧烤的人，罹患胃癌、食道癌、肠癌的风险都比一般人高。特别是在爱吃熏烤腌制食品的一些地区，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令人担忧。除了致癌这头号问题，烧烤食品通常还咸。烤肉腌制时离不开盐和酱料调味，一串烤肉上撒的孜然辣椒看似干料，其实底子里的盐分可不低。几串烤串，一盘烤鱼吃下来，盐和油都严重超标，对心血管和肾脏也是双重打击。最后，烧烤摊的卫生问题也不得不提，有些露天摊点卫生条件差，肉类未必新鲜干净，再加上半生不熟就吃，很容易感染细菌寄生虫，引发肠胃炎或寄生虫病。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我们了解烧烤的这些黑暗面，再回头看那明艳诱人的烤串，是不是冷静了不少？解馋可以有更健康的方式，千万别拿自己身体做实验，把每晚的烧烤狂欢变成日后病痛的序曲。第一，加工肉类制品。终于来到榜首，让我们揭开这癌症制造机的真面目。它不是别的，正是很多人早餐喜欢配面包的香肠、火腿、培根等加工肉。这类加工肉食品为何被视为最毒？原因可以用4个字概括，就是亚硝酸盐。在加工火腿、培根时，为了防腐和保持肉色粉红诱人，厂商会添加亚硝酸盐，常见的是亚硝酸钠。别小看这一小撮粉末，它可是肉制品的毒药之吻。亚硝酸盐本身虽然剂量低时不会立即让人中毒，但它进入人体后会与消化道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可怕的亚硝胺。而亚硝胺是啥？那可是货真价实的致癌物。长期吃含亚硝酸盐的加工肉，相当于不断给身体累积致癌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宣布，将火腿肠、培根等加工肉列为1级致癌物。也就是说，从科学证据上确定了吃这些东西会增加癌症概率，尤其是大肠癌。所以说它是癌症制造机毫不为过。除了致癌的隐患，加工肉的高盐高脂问题也十分突出。
一根小小的火腿肠往往盐含量高得惊人，吃起来咸香可口，却在无形中推高你的血压。香肠培根里也潜藏大量的饱和脂肪，煎培根时香气四溢，因为它本身就肥肉满满，长期摄入过多盐和饱和脂肪，心血管疾病风险自然节节攀升。不仅如此，为了增色增味，香肠火腿里还添加了各种防腐剂、增味剂、抗氧化剂，这些化学名字是不是听着眼熟又头疼？没错，它们都是为了让火腿、香肠看起来更美，放得更久，但吃多了对肝脏代谢和肾脏排毒都是负担。想想你的肝肾每天得帮你处理那些奇奇怪怪的添加物，真是替他们累得慌。综合以上，香肠、火腿等加工肉为何荣登最毒垃圾食物榜首？可想而知，它们集致癌物、高盐、高脂于一身，每一口都在透支健康。或许你会说，不吃香肠、火腿，那早餐三明治还有什么灵魂？其实，新鲜瘦肉或者煎鸡蛋都可以替代，至少没有致癌风险。千万别为了一时的便利和口舌之欲，把身体慢慢推向疾病深渊。说了这么多，细心的你可能发现，被大家长期视为垃圾食品代表的泡面，反而没在上述榜单中。难道泡面其实没那么不健康？其实并非如此。泡面作为一种油炸面饼加高盐调味粉的方便食品，确实不算健康。它高油高盐，缺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常吃容易导致高血压、肾脏负担和营养失衡。它也含有一定量的反式脂肪酸，在面饼油炸过程中产生，会影响心血管健康，所以泡面理应是垃圾食品无疑。只是相比起我们上面列举的那些毒物，泡面的危害相对单一一些，没有含致癌物亚硝胺，也没有超高的糖分，在这个最毒榜里，它算是被更厉害的对手盖过了风头。这绝不表示泡面就成了良心食品，而是其他食物更毒辣，把泡面都比下去了。换句话说，如果泡面是不健康，那前面那10样简直可以用致命来形容。当然，健康饮食不是要我们谈虎色变，什么都不敢吃，而是希望大家心中有根弦。那些公认的垃圾食物，能少吃就少吃，能不吃就不吃，偶尔嘴馋解解馋可以，但千万别把它们当日常饮食，更不要对它们产生依赖。血管和器官不像我们的舌头那么贪玩，它们更愿意我们老老实实吃点清淡天然的食物。记住，病从口入这句老话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时的美味也许会带来长久的痛苦。希望看完这份榜单，你对那些最毒的垃圾食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就算再爱吃，也请忍痛忌口吧。让我们用理智战胜味蕾的诱惑，守护好自己的身体。毕竟，少吃一口垃圾食品，多留一分健康资本，这一笔账细算下来，真的很划算呢。